奈地是个落魄的颜色影星，由于人老珠黄无戏可拍，他就带着儿子回到了乡下老家生活。可那颗不安的心却促使他再次干起了皮肉交易。镇上的老男人纷纷投怀送抱，这让那些家庭主妇很是气愤。于是他们就组建成复仇者联盟，向纳蒂发起了猛烈进攻，还逼他交出那本秘密笔记，因为上面记录着所有男客人的名单。对此纳蒂并不愿公之于众，结果下一秒他就被这些人丢进了茅草屋。为了彻底消除这个祸根，老女人直接将火柴扔了过去，可纳蒂却在临死前施下了恶毒诅咒。从那以后，也就有了奈地鬼敲门的都市传闻。传说只要敲9下门，奈地的鬼魂就会出现。画面一转，来到2023年万圣节的前2天，戴斯是个单亲母亲，独自抚养着大儿子亚特和小女儿朱莉，现任一家房产经纪人。由于工作繁忙无暇顾及，他便请来了玛丽来照顾2个孩子的生活起居。这天亚特因为手机欠费，就翘着眼镜和妹妹去赚外快。3人来到新建的万圣节鬼屋，打算偷些铜线卖钱，没想到一个装修工却突然出现，于是眼镜和朱莉就跑到前院敲门，转移装修工的注意力。亚特则趁机偷走了所有铜线。完事后，3人坐在草地上享受成功的喜悦，可眼镜却觉得不够刺激，非要和亚特玩那地鬼敲门的游戏。在$25的诱惑下，亚特果断答应。他来到一所房子前敲门，可敲了9下之后却并没有任何异常。2人透着玻璃往里面看去，发现一个大叔正在使劲殴打一个金发女孩。大叔看到有人偷窥，急忙出来查看。2个男孩见状赶紧就近躲了起来。大叔看到四下无人，便转身返了回去。这时好奇的亚特再次来到门前偷看，没想到却看到了更为暴力的一幕。亚特担心出人命，就叫着眼镜离开了这里。殊不知对方就在窗边注视着一切。大叔看着3人跑远，就转身把金发女人拖进了地下室，自己则走进一间暗室看起了恐怖片。片中一个化着浓妆的杀手正在虐杀一位金发美女，而他的扮演者正是当年被火烧死的奈蒂。看着如此揪心的画面，男人却乐此不疲，静静享受。这时死去的内蒂突然出现在画面中，还让男人替他杀掉镇上所有的人。另一边亚特3人一口气跑了好远，他们决定将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。可亚特担心金发女孩被打死，就用公用电话以匿名身份报了警。此时金发女孩失踪的消息已传遍了整个小镇。保姆玛丽担心3人遭遇不测，正在和男友四处寻找3个逃课的孩子。好在她最后还是成功找到了兄妹俩。晚上朱莉被噩梦惊醒，亚特来到床边安慰时，楼下却突然传来9下敲门声。2人以为是那地鬼，猫手猫脚的不敢开门。还好母亲及时出现，她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附近巡逻的警察。第2天眼镜把偷来的铜线卖给叔叔，没想到却因来历不明惨遭对方疯狂压价。原本价值$100的铜线，最后却只赚了$25。他一脸丧气的去找亚特，无意间从路边看到了一则寻人启事，上面标注的$5000高额赏金，让眼镜心动不已。他急忙找到亚特说明缘由，因为上面的失踪女孩就是那天被打的女孩。眼镜很是不解，明明那天已经报警，为何警方没有采取行动呢？2人谁也没有继续深究，一心只想快速得到$5000赏金。于是2人就打算一起调查这件事。那么首先就要找到这套房的户主，因为亚特的母亲是房产中介，他的电脑上有小镇房屋的所有详细信息。亚特回到家，打开母亲电脑寻找房源，可输入具体地址后，却发现那栋房子居然抵押给了银行。很显然，那个大叔的行为就是私自占用公共财产。为了找到更多的信息，亚特就决定去房产公司查找上一任户主的信息。眼镜则打算以目击者的身份让大叔自首，好尽快获得高额赏金。他拿着亚特的棒球来到那栋老房子，没想到对方看到棒球上的姓氏手写字母和纸条上"我们知道你干过什么的"字样后，竟然淡定地穿上警服，把球上的指纹提取了出来。眼镜看到棒球上的字母，意识到2人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就准备重返老宅把棒球偷出来。眼镜偷偷走进客厅，看到大叔正在呼呼大睡，就顺手打开钱包准备偷些钱，没想到却意外发现了大叔的警察身份，而这可能就是他们报警后无人处理的真正原因。就在他拿着棒球准备跑路时，却被镜子里突然冒出的鬼脸吓得大叫了起来。眼镜赶紧躲到桌底藏身，警察大叔被声音吵醒，起身查看，看到四下无人，就又昏睡了过去，而这也正好给了眼镜逃生的机会。另一边，亚特来到房产公司翻找资料，结果却与公司老板迎面相撞。亚特一阵胡编乱造后，老板便把老房子的事全都说了出来。原来那栋老宅就是内地的房子，当年他被村民烧死后，警察为了息事宁人，就将案件当作意外死亡草草收尾。事后还将那地的儿子强制送进精神病院，用电击的方式禁止他说出真相。没多久他就死在了精神病院。由于这栋房子一直没有买家接手，所以产权一直在银行手中。深夜，房产老板独自走进老房子，却意外发现了有人居住的痕迹。就在他小心翼翼地四处查看时，警察大叔却突然出现。老板试图逼走男人，可对方却说这里属于自己。原来他就是内地的儿子，看来他并没有死在精神病院。两人一言不合就开干，最终老人因力量相差悬殊惨死他手。第二天，亚特的母亲发现老板没来上班，就
就找到前台询问缘由，对方说他的儿子亚特来过这里，还从老板那里打听到了很多老宅子的事。戴斯以为儿子对老宅子感兴趣，便来到老宅搜集更多有用素材。这时警察大叔突然出现，戴斯没有多想，便和对方一起走了进去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一个恐怖鬼脸却再次乍现眼前。警察大叔也扑过来，死死勒住戴斯，最后直接将其勒晕了过去。另一边，玛丽送亚特兄妹俩回家，路上妹妹出于自责，就将偷铜线那天的恶性事件说了出来。她希望有人能救出那个被虐待的女孩。玛丽听后当即就决定到警局报案，没想到她刚进警局大门，就与警察大叔迎面相撞。对方来这里主要是找法医验收指纹。警察大叔得知玛丽来这里报案，就故意谎称自己是相关负责人。还好胡子警探及时出现，他将玛丽带到办公室，警察大叔则在外面偷听到了全部对话。玛丽将男人殴打女孩的事如实相告，并希望警方能早日找到失踪少女。玛丽以为大功告成，就将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亚特兄妹。两人听后如释重负，亚特也决定将此事转告给好友眼镜。没想到对方听后却一脸沮丧地说出了殴打者的警察身份。这时亚特突然想起保姆报警一事，如果接待他的正好是那个黑警察，那他们现在就会彻底玩完。于是两人立刻向着鬼屋奔去。此刻保姆正带着小妹在鬼屋玩耍，殊不知那个黑警就躲在暗处等待时机。这时胡子警探突然现身，黑警担心事情败露，举起斧子就将对方砍死在了鬼屋之中。朱莉看到尸体以为是特效化妆，就想叫保姆过来参观，没想到对方早已在鬼屋中迷路，正在四处寻找小朱莉。朱莉来到鬼屋外，不停呼喊保姆的名字，刚好遇到匆匆赶来的亚特和眼镜。这时保姆玛丽也走了出来，亚特赶紧询问对方报案时的接待者，在得知了接待者不是黑警后，几人才把心放到肚子里。他们离开鬼屋后各回个家。另一边黑警也收到了法医的指纹短信，看到眼镜的身份信息后，就直接来到对方家中找人。眼镜看到来者不善，直接从后门逃离，并向着亚特家跑去。黑警见状，对着门口的眼镜叔叔就严刑逼供，直到把他的手指掰断，才得知了眼镜去向。此时在亚特家过夜的保姆正好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她高兴地约男友一起过来庆祝。同时亚特也从网上查到了重磅消息，原来那弟的儿子并没有死，当年他放火烧毁了精神病院，然后改名换姓变成了现在的黑警察。另一边保姆听到敲门声，以为是男友来赴约，就让他在卧室等候，没想到掀开被子却看到了恐怖一幕。黑警将女孩电晕后，便开始四处寻找小眼镜。亚特兄妹俩听到声响，急忙躲了起来。黑警没有找到其他人，就将保姆关进了后备箱。女孩看到早已死去的男友，直接晕了过去。不多时，眼镜就骑车赶了过来。两人商量过后，再次来到了老宅。这时，眼镜的叔叔也冒险来到了这里，他决定和两个男孩一起对付这个恶人。亚特来到楼上，一边寻找一边挑衅。很快，黑警就循声来到了身后，两人在楼梯间相互缠斗。结果亚特一个不注意就被对方电晕了过去。随后他便来到放映室，逼保姆观看那部他看了无数遍的恐怖电影。突然内地的鬼魂出现，不多时保姆就被女鬼控制，迷失了心智。黑警见状则开始对付亚特的母亲，还好亚特及时醒了过来，他强忍头痛来到放映室，试图说服他放下屠刀皈依佛门，可对方却说要杀光镇上所有人。就在两人僵持之际，亚特的母亲也挣脱了绳索，他举起刀子刺向了黑警。亚特见状立刻打翻投影仪，同时保姆也因电影中断恢复正常。随后亚特又给了黑警当头一棒，他的母亲则趁机捡起手枪将其击毙。这时那地女鬼化作一团黑雾，从黑警口中抽出。三人吓得急忙离开放映室。这时眼镜跟叔叔也从地下室成功救下了那个失踪女孩，几人一起逃离了这个真正的鬼屋。这时警察也赶了过来，却唯独不见保姆的身影。亚特察觉不对，急忙进入房间寻找。此时的保姆已变成另一番妖娆模样，听到外面的敲门声后，竟然钻进床底藏了起来。原来保姆早已被那地女鬼附身，她要以全新的身份继续之前的死亡诅咒。